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59家中国企业被列入投资黑名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59家中企被拉进黑名单，美变本加厉意欲合围。中国企业如何奋力突破美国技术遏制？杨水清、管瑶独家解读。在拜登即将访问欧洲之际，美国监听欧洲领导人的丑闻持续发酵。挪威召见美外交官表达不满，监听欧洲，美国为何找丹麦？在线监听丑闻，美欧盟友还能否亲密无间？美国副国务卿近日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东盟3国，美国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策略，东盟是否买账？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还能走多远？刘和平、赵晨、李开胜在线分析。台湾周五新增472例本土确诊病例，新增21例死亡病例，累计确诊超1万例。台湾民众开始想方设法自救。有岛内媒体人爆料，桃园机场已经出现逃亡潮，高价机票一票难求，甚至有富豪包机外出打疫苗。那这次呢，可能因为美国疫情或是疫苗那边可以开始施打，所以也有让他们带动一些想要回去美国的一个这个趋势跟动机。另一方面，日本将不敢给自己国民接种的存在引发血栓风险的问题疫苗捐赠给台湾。台驻日代表谢长廷冒雨到机场鞠躬送行，有人骂他是奴才，也有岛内网友称看此景象只有哭民进党当局无能。岛内种种疫苗乱象暴露哪些问题？为何民进党当局将政治生命看得比台湾民众的生命还重要？李建南深入观察。那么更多的焦点分析稍微一呈现，不要走开。欢迎回来。虽然中美经贸领域已经开始正常沟通，但随着拜登政府继续执行特朗普政府的遗毒政策，严重障碍仍然存在。当地时间周四，拜登以所谓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扩大美实体投资中企的所谓黑名单至59家。外交部周四、周五一连2天表示，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美方的有关行径违背市场规律，破坏市场规则和秩序，损害的不仅是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的利益。中方敦促美方尊重市场规律和原则，撤销打压中国企业的各种所谓清单，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投资环境。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周四，拜登以所谓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将包括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59家中资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新命令授权美国财政部负责执行禁令，而国防部则负责维护和更新名单。外界注意到，新命令是美国政府此前一项针对中企命令的修订，扩大了打压范围。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为禁止美国投资者对所谓中国军方控制的企业进行投资，列入了31家电信、建筑和技术产业的中企，旨在阻止美国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买卖这些中企的股票。特朗普离任前将该名单扩充至44家，而拜登政府此次是将列入投资黑名单的中企扩至59家。新名单中的老面孔包括中国3大电信巨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名单中还包括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集团公司以及海康卫视等。此外，先前未被特朗普列入禁令的中企，此次也出现在拜登版黑名单中，包括中航电测仪器、江西洪都航天工业集团等等。企业的名单实际上它一定就是经过了一个深思熟虑，侧重在于这个企业是不是核心的这个技术有对美国有威胁，或者说距离相差的美国的技术是相对比较少的。仔细去看这个名单，其实更多的是把这个高科技企业以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企业给纳入进来。拜登为何要将黑名单扩容呢？实际上，拜登上任后，包括小米、箩筐科技和华为在内的中国公司立即提起诉讼。小米和箩筐科技都赢得了免予制裁的裁决结果，小米还被移出黑名单。彭博社称，拜登政府认为原投资禁令起草草率，容易受到司法挑战，有必要修订，以确保所谓法律合理性和长期可持续性。华尔街日报认为，此次行动显示了拜登延续特朗普时期对华强硬方针，
至少在科技领域继续与中国硬碰硬对抗。值得注意的是，新禁令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立场的最新举措。此次还额外打出了以所谓民主和人权的幌子，扩大对中企的打压范围。有观察指，多家中国公司就相关清单提起诉讼，小米还赢了官司。这从侧面证明，美上届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实施的投资禁令，完全无视事实和相关公司的实际情况，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规则和秩序。事实摆在眼前，谎言也被戳穿。但拜登政府没有选择纠偏，而是继续修订投资禁令，以确保其具备法律合理性且可以长期持续下去。变本加厉的举措再次印证，在政治算计面前，美国天天挂在嘴边的法治、民主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拜登政府要在科技领域强化对中企的围剿，但其能否真正做到与中国脱钩，还要打上问号。美国政府近年来多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的无人机厂商大疆，但周三2款大疆无人机通过美国国防部的安全审查，建议与美国服务机构合作的政府实体及军队使用的消息引起广泛关注。实际上，美方一面担忧着国家安全打压大疆，一面身体却很诚实。综合多家美媒报道，从采购情况来看，美军恰恰是大疆的忠实用户。哪怕禁购令下达，美军都以特别豁免、个案等理由继续多次采购。相对而言，美国警察使用大疆无人机的新闻更是司空见惯，大部分都是基层的警务单位自行采购。此外，日本经济新闻上周发布苹果公司供应商的排行分析。2020年，在苹果公司的前200家供应商中，有51家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比2018年的42家有所上升。报道称，中国供应商的崛起意味着其他国家和地区供应商数量的萎缩。赛亚研究公司首席分析师曾瑞贤表示，苹果公司并没有由于地缘政治紧张或其他因素减少与中国供应商之间的采购和接触。苹果公司基本上是根据成本来选择供应商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供应商在过去几年里获得了更多的业务。商业利益和这个政治的这种打压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冲突的。比如说，你明明禁文说这个东西不能用、不能采购了，但是你在国内又没有相应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没有与它相媲美的同样的性价比，然后呢技术各方面都很匹配的产品去抗衡的时候，所以对于这一类产品，其实你的这个禁令可能在实际操作层面是很难落实的。值得一提的是，《纽约时报》指出，拜登政府发布的最新投资禁令，要想真正达成打击中国科技企业的目的，还必须说服日韩、欧洲盟友。盟友能否配合美国的禁令也是问题。报道提到，这些国家的高端汽车、软件、电子产品出口依赖中国这个最大市场。彭博社等舆论评论，特朗普时代对中国发动的攻势，使数十亿人受到他与中国战略对抗的严重打击，在全球各地造成混乱、恐慌和忧虑，给技术行业以及很多依靠华为等手机应用在华销售产品的美国企业造成冲击。除了经济冲击之外，这些行政命令切断了美国人的通信联系，触发技术行业脱钩。现在美国新总统又爆出惊人语录，说中国将在未来15年内拥有美国。外界担心拜登是否在对华问题上延续特朗普的破坏性政策。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国总统周四签署行政令，针对中资企业的所谓投资黑名单再度扩大升级。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那么众所周知，所谓中概股、中概债券等等，一直呢是华尔街的投资热点。拜登前任特朗普虽然他各种涉华禁制令不断，但是呢，去年美国的公务员养老基金他们的中概投资呢还是创下了新高。那这正是呢嘴上说不要，但是身体很诚实的一个最佳演示。那么具体就拜登签署的这最新的总统行政令来看，很讽刺的是，它是对特朗普去年涉华投资禁令的延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罗奇曾经在 CNBC 财经电视台公开吐槽说，拜登上台之后，几乎把特朗普的涉外政策都推倒重来了，重返世卫、重返气候协定之类。但是呢，罗奇特别不解的一点是，为何特朗普的那些个对华糟糕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拜登呢竟然丝毫未动？但是呢，就这份所谓投资黑名单来看，与前任相比，它是扩大升级的。那么这种扩大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提升上，从特朗普时代最初禁制令的34家到后来的临时增补，那么现在呢，
拜登再次将黑名单扩大到59家，而且呢，禁止令明确所谓投资黑名单，它是基于 rolling base， 是所谓的滚动名单。那么路透社就援引美方匿名高官说，美国财政部未来数月呢，大概率将会继续扩大这份黑名单。特朗普他会制裁大棒的一个名目是涉军，但是呢，拜登在涉军之外又加上了所谓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所谓的监控技术。那么之所以再打这个幌子呢，当然是因为它方便和拜登政府惯打的人权牌挂钩，可以和美方操弄的所谓涉疆、涉港等等诸多议题挂钩。美方所谓涉中企投资黑名单的执行机构由美国财政部取代国防部五角大楼，那您认为这意味着什么呢？白宫声明说，美方要以 targeted and scoped 所谓更加定向也更加有界限感的这样一种方式，对削弱美国及其盟友安全和民主价值观的中企来采取限制并且取缔美方的投资。那么这当然是拜登政府欲盖弥彰的这样的一个官话说辞，它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特朗普之前打的是所谓霸王拳，是糊涂拳，他根本不讲章法。但是呢，我现在的拳法它是有套路，它是讲规矩的。这当然是美式霸权逻辑的延伸。打个比方，同样是吃人，你不能说用上了刀叉讲吃相，那就不是在吃人犯罪。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路透社引述美国国土安全部前高级官员贝克就声称说，最新的行政令意味着拜登政府一个日益强化的所谓对华态势习惯，那就是呢，他们倾向于认为特朗普的所谓对华政策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呢，在执行上太随性，漏洞太多。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全力的弥补。所以呢，在我看来，无论是在战略以及战术层面上，较之前任特朗普、拜登他都是一个更加难缠的对手。他正在评价重估的这个所谓对华竞争战略，尤其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乃至打压，一定是长期性的，甚至呢不排除会是日趋激化的。那么必须要提醒关注拜登推出这道行政令的时机。下周呢，他将会开启欧洲访问行程，并且参加北约峰会。白宫声明中也刻意把美国和盟国的所谓安全和价值观在做绑定，俨然呢，美方是在替盟国在出头，在打压中企。那么拜登他在访问欧洲期间，会不会鼓噪其他国家来跟随？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个动向。美方黑名单又会对中企中资带来哪些影响？汪文斌强调，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中企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上了美方所谓投资黑名单的，大多呢是中字头的大型央企，当然呢也包括华为技术、海康威视、中芯国际等等中国高新技术领域的标杆企业。那么这其中呢，大概有10家左右的上市公司。那么要说对上榜黑名单的这个实际的影响，那么最及时的反应当然是看股市表现。今天呢，路透社电稿的说法非常有意思 ，Chinese investors shrugged off the list。中国投资者对黑名单根本无所谓。那么今天早市开盘，所有上榜的上市企业，甚至包括那些个新上榜的中国企业的股价，他们呢都是不跌反涨。路透社就引述中国一位证券分析师的说法称，中国早已经放弃幻想，完全做好了在关乎国家安全的这个战略领域的所谓脱钩准备。所以股市对美方的这个新禁令呢，可以说是处变不惊。那么股市投资者都有这个觉悟，我认为那些个上榜企业更加会是泰然处之了。当然了，炮制并且执行这份黑名单的机构由五角大楼转到财政部，而美国财长呢刚刚和中方进行了50分钟的视频对话。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昨天在应询提问时评价非常积极，使用了专业、坦诚、建设性这3个正面意义很突出的关键词。那么他也总结了3个特点，并且少有的披露了关键的细节，强调双方呢同意下一步要从务实解决问题入手。那么美方横生枝节，人为干扰，当然会让外界担心中美高级别经贸会谈接下来的会谈前景。今天呢，也有国内外记者就此呢来向汪文斌提问。我想这种担心当然不是多余的。汪文斌所说的必要措施会不会在近期落地，如何落地，大家呢不妨拭目以待。昨天呢，高峰也在回应彭博社提问时呢，就特别谈到中方多次强调撤销制裁限制措施，停止打压中国企业，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世界。同时呢，我也要提醒，中美关系千头万绪，而从此前中美间艰难进行的一系列高级别经贸对话来看，它呢实际上主要聚焦于经贸以及关税议题，这呢也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出发点。好，谢谢管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近日先后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3个东盟国家，成为拜登政府上台4个多月后首位访问东南亚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每到一处，谢尔曼便大肆宣扬美国将会对各国带来的各种所谓帮助，而东盟各国似乎并不买账。周二，柬埔寨首相洪森会见美国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与其举行了2个小时的会晤。由于这是美国高级官员近年来首次访问柬埔寨，因此谢尔曼的柬埔寨之行尤其引发媒体关注。日经亚洲网站就刊文称，这次访问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没有与谢尔曼同级别或更高级别的美国官员访问过柬埔寨。美国外交学者网站也称，美高官访问柬埔寨令人奇怪，因为柬埔寨从未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焦点。有分析指出，谢尔曼此行就是在应对中国逐渐增长的影响力。同时，柬埔寨将在2022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也可能是谢尔曼此访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谢尔曼在访问柬埔寨期间，首先拿出了大棒，要求柬埔寨就2020年底未事先通知便拆除美国在该国云壤海军基地资助兴建的2座军事设施作出说明，同时对中国在同一基地兴建所谓军事设施表示严重关切。对于拆除美资助设施一事，柬埔寨国防大臣迪班说，柬埔寨采取的这些行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义务将其计划告知美国。而对于所谓中国在柬埔寨兴建基地一说，迪班就表示，柬埔寨将寻求中国的帮助，对云壤海军基地进行扩建和现代化建设。迪班强调，中国对云壤港发展的贡献将提升柬埔寨在海事领域的防卫，让柬拥有一个合适的港口。柬埔寨非常感谢中方的帮助。实际上，所谓的中国在柬建军事设施前因后果非常清楚。起因是柬埔寨在2019年拆除了由美国出资兴建的云壤海军基地内的柬埔寨海军安全委员会战术总部，2栋存放小型巡逻艇的建筑。美国借此怀疑中国军队趁机进驻，于是向柬埔寨进行外交施压，要求柬埔寨做出解释，并提出继续由美国出资修建新的军事设施，但遭到柬埔寨的婉拒。有分析认为，美国一些人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常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往军事设施方面炒作，用心是非常险恶的。其目的是逼迫东南亚一些国家放弃与中国的相关合作项目，或与中国进行合作时有所顾忌，从而破坏中国在海外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的正常推进。这个基地其实原来也使用过跟美国相关的一些设施，后来被柬埔寨政府拆除了。那么现在表示说柬埔寨政府表示说要借助中国的一些帮助，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美国他也是确实对这种的力量的一种变化呀，他心里面感到有不满啊，他要从安全角度，他所谓的安全角度要去予以关切。那么第二个，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炒作军事议题啊，因为其实美国也知道，所谓的军事基地议题呢，不但是中国的军事基地议题啊，在东南亚国家很敏感。其实中国在柬埔寨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事基地，但是呢，就是说谢尔曼他想通过访问，通过强调，引起相关国家对这一议题的联想，从而把中国问题炒热。除了拿出蹩脚的大棒之外，美国还试图用胡萝卜来拉拢柬埔寨。美国务院称，谢尔曼在与洪森的会见中表示，将用1100万美元帮助柬埔寨应对经济和健康挑战，但是这笔钱的真实性却引发媒体兴趣。柬埔寨首相洪森曾于5月20号质疑美国对柬的援助，称柬埔寨曾向美国申请援助400万剂新冠疫苗，至今未获得回复。洪森还表示，美国的1100万美元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中国的援助倒是切实到位了。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和出口，柬埔寨根本没有疫苗给人民接种。周三，谢尔曼在曼谷与泰国总理巴育会面的时候，也提出向泰国提供3000万美元的抗疫援助，还表示美方将对泰国采购疫苗提供支持。但是有不少旅居泰国的美国侨民就表示，美国政府连在国外的公民都无法保证顺利接种疫苗，更何况其他国家公民。谢尔曼这次访问过程当中啊，对访问的国家啊，总是说提供多少疫苗的援助，但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在自己也是国内
这个也处在这个抗疫仍然处在一个关键的阶段，所以疫苗本身要把它匀出来就比较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口惠而实难治。所以我觉得谢尔曼这次访问还主要是一个炒作之旅吧，炒作美国的回归，炒作美国确实在重视东南亚。此外，日本也在东盟积极配合美国。在由日本举办的亚洲未来会议上，日本希望能够拉拢更多的国家针对中国，但是不少东盟国家纷纷表示不愿意选边站队。马来西亚前任总理马哈蒂尔对此做出了明确表态，向美国等国家发出了明确警告。马哈蒂尔表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即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最好与中国分别单独接触，而不是要试图联手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和南海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马哈蒂尔说，四方安全对话是一种老旧的包围战略，在这种战略中，你们会试图包围敌人，但当你们这样做时，敌人也会进行报复。马哈蒂尔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应以实现稳定和共同经济利益为目标，确保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马哈蒂尔还表示，希望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北京采取激进态度后，拜登能够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胜表示，在中美经济、军事实力日益接近之际，美国对华战略可能越来越倚重第三方力量，而东盟正是美国希望借助的帮手。为此，美国将进一步试图把东南亚纳入对华打压的战略轨道，但绝不会对东南亚施以真正的关心。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能走多远，值得关注。外界注意到，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量正稳步增长。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值1.72万亿元，同比增长27.6%。中国与东盟继续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我觉得这种表态呢，也说明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前领导人还是这个现在的领导人，应该说对国际局势、对中美关系、对地区局势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希望，第一个是不希望中美对抗，第二个呢，即使中美有对抗、有竞争，也不希望他们被卷入其中。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代表了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应该说一种主流的一种认识。但确确实实，无论从这种主观还是客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在中美之间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中立的立场，对东南亚国家是最有利的。在拜登即将访问欧洲之际，美国监听欧洲领导人的丑闻持续发酵。挪威召见美外交官表达不满，监听欧洲，美国为何找丹麦？在线监听丑闻，美欧盟友还能否亲密无间？美国副国务卿近日访问印尼、柬埔寨、泰国、东盟3国，美国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策略，东盟是否买账？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还能走多远？刘和平、赵晨、李开胜在线分析。美国总统拜登即将于本月中旬前往欧洲，展开任后的首次外访活动。不过，在过去1周，美国不仅再次被爆出监听欧洲盟友的窃听丑闻，拜登政府还宣布对包括英国在内6个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那这2个插曲会对拜登此行造成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Queen Elizabeth will meet with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First Lady Jill Biden at Windsor Castle. The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while President Biden is in the UK for the G7 summit later this month. 当地时间周4，英国白金汉宫宣布，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将于6月13号会见拜登及夫人。据悉，95岁的英女王已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她在疫情爆发后，基本上一直都住在温莎城堡，并以虚拟方式举行绝大部分会议，包括与外国大使会面。拜登将成为伊丽莎白2世会面的第13位美国总统。欧洲的盟友呢，同样的期待美国不要光说不练他在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欧洲更加希望美国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干货来，比如说在疫苗的分享问题上，比如说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问题上，美国应当真正的起到一个盟友的作用。6月11号至13号，拜登将出席在英国举行的 G7 峰会，紧接着赶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6月14号的北约峰会。随后，他还将于6月16号在瑞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北约的坚定支持者，拜登上任以来一直在努力修补与盟友的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加强了与北约国家的磋商。外界预计，除常规议题外，拜登此行最重要的议题仍是讨论该组织对外目标及如何共同遏制中俄2国。
此外，欧洲防务一体化问题也备受关注。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在防务问题上一直依赖着由美国主导的北约。欧洲政治精英则希望推动欧洲在防务安全上实现战略自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欧盟加快了防务一体化机制建设与道路摸索。对于欧盟推动防务一体化的努力，美方心态复杂。一方面不愿看到欧洲真正实现防务一体化，因为这将导致欧洲进一步摆脱对美国依赖，以及北约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又希望看到欧洲国家借此提升军事能力，分担北约防务压力。不过，就在拜登欧洲行前夕，拜登政府突然宣布将对来自6个国家、总价值约为21亿美元的商品收取25%的报复性关税，作为对这些国家向脸书、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收取数字服务税的回应。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土耳其，其中英国和意大利都属于G7成员。对此，有分析指出，拜登政府宣布的报复性关税并非立即执行，而是半年之后才正式落实。也就是说，美国征税不是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争取最大利益。是否加征关税，取决于未来半年的谈判结果。因此，这件事本质还是美欧之间围绕税收公平原则的一次经济博弈。对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影响会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同时呢，也是为了美国下一步的全球关税计划做一个铺垫和准备。摆在拜登与欧洲盟友之间的问题，除了贸易争端，还包括近期曝光的窃听丑闻。丹麦媒体爆料称，美国在丹麦情报机构帮助下，对数个欧洲盟国政要实施监听。欧洲多国随后敦促丹麦和美国尽快做出解释。该事件成为美国作为全球头号黑客帝国的又一最新明证。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将传统情报手段和网络攻击深度结合，长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肆无忌惮地实施无孔不入的监听。而正是这样一个窃密惯犯，却自我标榜为网络安全卫士，在网络安全领域屡屡对其他国家抹黑攻击，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虚伪面目和霸权本质。这个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的所谓的盟友关系的真相啊，也就是说，美国人表面上说我们都是安全上的盟友，我们经济上的伙伴，但实际上呢，对这些国家，甚至是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盟友国家领导人都有了深深的不信任。这是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它的所谓的霸权领导优势啊，这个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结果。美国一直是公认的全球头号窃密大户，其窃密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利用模拟手机基站信号接入手机盗取数据，操控手机应用程序侵入云服务器，通过海底光缆进行窃密。这类监听项目多由美国国安局负责实施。2015年，迫于美国国内舆论压力，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结束只针对美国国内的监听项目。但此后，美国情报机构继续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境外目标的电子邮件和短信等通讯。除国安局外，美国还有另一大情报机构中情局，同样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擅长发现并利用现代科技产品的程序漏洞，侵入手机、计算机乃至智能电视等电子设备，在网络空间肆意利用不对称优势对他国发动降维打击。据悉，中情局设有海外网络攻击基地，其中一个位于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领事馆，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网络攻击活动。此外，中情局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收集、管理从其他国家窃取的攻击工具，不仅能丰富中情局的网络攻击手段，还能用虚假的网络指纹，让被攻击方误以为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在美国近100所驻外使领馆内安装监听设备，对驻在国进行窃密等等。日前媒体披露的美国对欧洲盟友进行监听，不过是美国庞大的全球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据丹麦国家广播电视台和欧洲多家媒体披露，美国与丹麦联手在2012至14年窃听了欧洲多国政要，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注意到不少人都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一个天大的新闻，而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其实既不大也不新。美国监听默克尔是2013年斯诺登曾经报过的旧闻，联手丹麦进行监督也不是什么新东西。2015年，斯诺登还爆过一个料，
说美国一直在联手新西兰监听亚太地区相关国家领导人，这就说明美国与最亲密的盟友合作监听一些并不那么亲密的盟友，也是一种常态。根据我个人的逻辑推理，这些还远远不是美国监督世界的真正真相。美国的真正企图应该是要监控全世界所有领袖的电话，包括联合官员在内，其中绝大多数世界领袖都已经处于了美国的监控范围之内。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只要是有用的人都会被列入监控范围，何况是有着重大政治影响的世界领袖。我们必须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对国内人民讲民主，在国际上讲实力与霸权的国家。同样，作为全球无人能够匹及的信息科技创始者与领跑人，他对国内老百姓的监控可能还会讲点法治，而在国际上他则会肆无忌惮地完全依照丛林规则来办事。因此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抱怨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弱者的表现。面对美国的网络霸权，其他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自己的网络安全保护，甚至是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对美国也进行监控。我们看到，在媒体揭露美国监听欧洲国家领导人这一丑闻之后，拜登政府不仅没有道歉反省，反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好像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对此你又怎么看？其实美国的这个态度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在当今的世界上，窃不窃听别国已经不再是会不会去做的问题，也不是道德与法律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技术与能力问题。也就是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去窃听别的国家的问题。实事求是来讲，美国在这方面的傲慢是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的，尤其是有客观的现实作为基础的。因为最近100多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形态已经出现了3次重大而本质性的改变。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战争形态，主要表现为各国热兵器之间的热战，是以侵占对方领土、掠夺对方资源、消灭对方肉体为目标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冷战结束之前，全世界的战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之争。这种不动刀枪的冷战，主要是以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颠覆对方的政治制度为目标的。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就跨入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也就是虚拟的网络信息战。这种战争形态有着另外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取信息控制上的优势；其二是这种信息战来无影去无踪，基本上没有什么道德与法规来进行约束；其三，进入战争的门槛非常低，无论是哪个国家，甚至是某个个人，只要愿意并且有这个能力，都可以投身于网络战场。那么其次，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混战，基本上没有什么敌友之分。第五，尤其关键的是，这场网络战不仅不是不宣而战的，而且过去在打，现在在打，将来仍然会继续战斗下去。而由于网络和计算机是美国人发明的，早在20多年前，美国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新形式战争的形态的意义。为此美国早就从国家政策与法律、新的军事理论、战略理论以及相关资源调拨等层面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委托国内强大的互联网产业与包括苹果、IBM、微软、谷歌在内的网络信息企业，组织了一支全球首屈一指的网军与网络战的司令部，并在网络战层面完成了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方面的大转移。也就是说，在并没有道德与法规来约束虚拟的网络，以及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情况下，指望拜登政府就监听欧洲国家领导人来进行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认为这恐怕只是人们一种善良的愿望和想法。那在您看来，这次美国监听欧洲领导人这一丑闻又会对接下来的美欧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由于欧洲舆论揭露的这单监听丑闻的时候，正好正处于拜登政府
正在极力拉拢欧盟共同对抗中国的时候，而且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拜登即将访欧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北约与欧盟峰会之前，这不仅会让拜登感到尴尬，尤其会影响到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影响到拜登拉拢欧盟共同对抗中国的宏大战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或许想的有点多了。拜登政府压根就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情，何来感到尴尬一说？同时，有关美国对法德两国领导人进行监听这件事情，我相信法德两国领导人不仅早已经知道，甚至还会跟美国一道对其他国家元首来进行监听。在这种情况下，法德两国领导人仍然要提出批评，主要是为了做给国内看的，也就是为了缓解国内的反对势力，尤其是反美势力带给自己的政治压力。因此，我个人判断，这件事情并不会对美欧互信与美欧战略伙伴关系带来重大的而深远的冲击，也不会对拜登政府联欧汉华的战略带来太大冲击。它的冲击最多只是暂时的，与技术层面的。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再来关注台湾疫情。岛内疫情升温，累计死亡人数不断攀升，而台湾民众开始想方设法自救。有岛内媒体人爆料，桃园机场已经出现逃亡潮，连高价机票都一票难求，甚至有台湾富豪包机外出打疫苗。另一方面，日本将不敢给自己国民接种的存在引发血栓的问题疫苗捐赠给台湾。绿营媒体兴奋不已，台湾网友却表示忧虑。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五称，新增472例本土确诊病例，20至39岁的年轻确诊者占25.2%，其中校正回归133例，确诊个案中新增21例死亡。台本土疫情不断升温，截至目前累计确诊超万例，累计死亡187例。面对疫情上升趋势，台防疫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并不愿意提升防疫防控警戒级别来应对，反而指责年轻人太过松懈，称疫情出现比较不好的迹象，可能是因为3级警戒过长，年轻人忍受不了寂寞，又开始群聚所致。此言一出，引发网络骂声一片，有网友评论称，干脆宣布叫年轻人不要上班不是比较好？放宽机组员3+11的没资格说别人松懈。也有人疑惑，如果年轻人这2天松懈，确诊资料应该在下周才会整理出来。指挥中心靠不住，台湾民众开始想方设法自救。岛内媒体人陈文茜爆料，桃园机场已经出现逃亡潮。据悉，本周3，桃园机场旅客出境人数高达2690人，是入境人数的3倍多。且出境目的地多聚集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市。长荣航空原本每周飞美国3班，从6月7号起改成1周7天，天天都有航班。有岛内航空业者表示，从5月开始，赴美机票开始有明显涨价，且以单程为主，比去年同期已涨价2倍左右。业者举例，以往飞纽约3至4万新台币就买得到，现在高达8万新台币起。不过，与经济舱相比，更难抢的是商务舱。22万多新台币的商务舱可以说是一票难求。脸书粉丝专页航空迷因周3爆料，最近长荣飞往洛杉矶的航班爆满，因为他们是去美国打疫苗。那这次呢，可能因为美国疫情或是疫苗那边可以开始打，所以也有让他们带动一些想要回去美国的一个这个趋势跟动机。香港中评社认为，坊间传闻豪华打疫苗团颇有可能。陈文茜证实，台湾上周已有许多先知以400万台币的高价包下商务舱的所有座位，20个人，1人20万，飞往美国打疫苗，准备待1个月，28天后打第2针，1个半月后再回台。他强调，这对信义计划区、内湖豪宅区的人而言，不分党派是很正常的选择。没有人会因效忠民进党当局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因为政府没有采购足量疫苗，民间捐赠价值数十亿的疫苗，民进党当局不是感念，而是刁难许多团体捐赠疫苗。高舱等的密度啦，或是位置分配来讲，不管是比较宽敞，或是距离比较大，比较安心。你不给我疫苗，我到美国去打。你看这个样子，他宁可花大钱过去，跟老百姓用脚去逃难是一样的道理，这是政府的羞耻。
大家都在用脚投票，即便是岛内独派，对蔡当局的防疫政策也颇为不信任。鼓吹台独的自由台湾党创党主席蔡丁贵周三称，自己已在美国打过 BNT 疫苗，同时他还呼吁台湾人参与台产疫苗第3期临床试验。蔡丁贵的言论在岛内引发激烈批评，有网友怒批恶心，更有网友表示他这是让台湾人当小白鼠。就在台赴美航班旅客暴增之际，另一媒体人陈辉文爆料称，台湾飞大陆城市4个航点的班机也都很满。台知名歌手萧敬腾证实，已于6月2号在上海施打国药疫苗。5月底，新党前主席郁慕明也飞上海接种疫苗。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部署，目前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多地已把台胞纳入免费疫苗接种人群。在过滤筛检这个资料的时候有点疏失吧？本身那个人真的实在没有公德心啊，不会去处罚航空公司，但是这边要看如何未来能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核酸检测你要去拿报告的，那他是个阳性，他是危险人物啊，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应该是立刻就带走，你怎么还让他拿？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情形就看出来就什么？整个台湾目前整个不管是政府也好，不管是很多单位、企业民营都已经松散了。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对于立荣航空公司违反大陆防疫规定，让一名持核酸检测阳性证明人员登机来厦门，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对其进行约谈，责令整改，堵塞漏洞，不得再发生类似情况。对陈姓台湾居民违反大陆防疫规定搭乘飞机并填报虚假健康资料，有关方面将依法严肃处理。此事暴露出岛内防疫各环节一系列漏洞，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正视这些问题，在维护两岸民众生命健康安全上，不要造成防疫破口，切实负起责任。疫情恶化暴露台疫苗短板。根据联合报的统计，截至目前，总计有87万剂疫苗运抵台湾。这个数量的疫苗还不够所有一线医疗人员施打。不过，陈时中日前谈及大陆疫苗时，竟声称，他们没有打的，我们有一点兴趣；他们有在打的，我们不敢用。联合早报分析认为，民进党政府数次因反中心理与上海复星医药公司代理的德国 BNT 疫苗擦身而过，更明文规定不可进口大陆制造的疫苗。至于其他疫苗，因为政治障碍，台湾通过国际管道采购并不顺利。近日，日本考虑将剩余的英产阿斯利康疫苗捐赠给台湾地区，预计最快6月抵台。部分绿营媒体几乎集体嗨了，纷纷对此赞不绝口。而台湾网友却对此忧心忡忡。原来日本从英国采购了1.2亿剂阿斯利康疫苗，然而由于当前该疫苗存在引发血栓的问题，所以日本并未把该疫苗列入公费施打范围，不敢将其大规模接种，更有了将阿斯利康疫苗捐出去的想法。本国在另外采购安全的疫苗接种，有台网友表示，日本不要的、不敢打的，你却好似捡到宝。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台湾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多次表示愿尽最大努力帮助广大台湾同胞尽快应对疫情，愿意向广大台湾同胞提供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的大陆疫苗。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也表示，愿意将其参与研发和代理的 BNT 公司 mRNA 新冠疫苗服务于台湾民众。半个多月过去了，民进党当局编造出种种借口，对大陆疫苗输台横加阻挠，导致岛内染疫人数和死亡人数节节攀升。